去名古屋旅行，高山同埋犬山城咧都係以老街美食而聞名嘅。但係如果時間有限，只能夠去一個地方嘅話，邊度會令你個胃更加滿足呢？就用一條片嘅時間嚟做一個大對決。喺開始之前，可唔可以俾我少少動力訂閱呢一個頻道，留個言，俾個 like，再將條片分享出去。上一集開箱咗星野集團嘅界奧菲陀溫泉旅館，而喺去星野之前同埋離開之後呢，我都係喺高山揾食。而喺呢一次高山之行嘅 MVP 呢，我係會俾未知雨評。呢間餐廳呢係由擁有200年歷史嘅松板酒造店直接經營，裏面嘅裝修呢就唔算話好特別，正常嘅和式風格啦。我好中意呢度呢可以用呢啲平板電腦去落單啊，對於我呢一種 I 型嘅旅客嚟講真係好方便。呢度有好多唔同種類嘅套餐，但係嗰一刻呢我唔想食燒肉，所以我就揀咗呢一個2倍盛嘅飛驒牛壽喜燒，5200N 有140g 肉。除咗主角飛驒牛呢，個餐仲有酒拍豆腐啦、蒸蛋同埋沙律都算豐富嘅。啲飛驒牛粉紅色，而且雪花分布均勻，品質應該有翻咁上下。我仲叫咗一 set 3款嘅清酒，而其中一杯呢係佢哋最高級嘅得獎大吟釀4星。另外就係一杯比較新口嘅本釀造，同埋一杯上讚。得獎嘅4星口感咧係順滑嘅，而且佢嘅烏媽咪好突出。雖然呢就唔係每一款清酒都適合配搭和牛呢一啲油脂重嘅食物，但冇所謂啦，最緊要旅途愉快。將啲牛肉放入去壽喜燒個鍋裏面滾兩滾，飲埋啲生雞蛋，一入口嗰種嫩滑嘅感覺真係，你俾我誇張少少咁講，真係好似食緊棉花糖咁樣入口即溶。食完飯我仲想繼續飲，所以呢就直接行返入去酒造嘅商店區。呢度嘅試飲區呢係要先去扭蛋機攞一隻專屬嘅小酒杯，都幾識得做生意㗎。高山呢一度呢其實有好多間唔同嘅酒造嘅，所以如果中意清酒嘅朋友，記得留返多啲時間。如果清酒唔啱你，唔緊要。高山老街亦都有一間專做手工啤酒嘅小店，叫做 Bonds Brew。呢度鋪頭細細有2層。雖然呢佢哋嘅主打係精釀啤酒，但係呢真正吸引我嘅係門口廣告板上面呢一份飛驒牛三文治。6層嘅飛驒牛薄牛扒，個視覺效果真係非常吸引。不過由於朝頭早食咗個好豐富嘅溫泉旅館早餐，所以呢只係叫咗一份細嘅去淺嘗一下。細份嘅都有2層牛肉㗎，熟嘅程度呢做得啱啱好係 medium rare， 肉質非常嫩滑。麵包呢係輕輕烘過嘅普通白麵包，而嗰個胡椒醬嘅微辣啊，剛剛好可以提升咗和牛嘅鮮味。如果想試下用西式 style 整嘅飛驒牛，呢一間鋪頭絕對值得試下，配埋杯啤酒真係非常之爽。嚟到高山點都要食翻最傳統嘅名物，即係嗰個飛驒牛壽司。板口屋基本上係遊客嚟到高山嘅指定動作嚟㗎啦，佢最出名嘅就係嗰個用蝦餅墊住嘅飛驒牛壽司。呢度買嘢食好簡單，基本上 A、B、C 3個餐。最得意嘅呢係門口隔離有個好矮嘅木門，唔知點解要整到咁矮啦，但總之呢就要逼你烏低身先入到去裏面休息嘅地方慢慢食。雖然呢一間就一定係遊客店嚟㗎啦，但佢哋對肉質嘅要求依然都有。睇下張證書，係5等級嘅 A5 飛驒牛，牛肉嘅表面呢輕輕咁樣燒過，油花均勻，好食。雖然呢比起頭先嗰餐壽喜燒或者三文治嘅驚喜程度未必有咁高啊，但嚟到高山點都要食翻2件，當係完成一項旅遊儀式。喺老街嘅附近啊，仲有一間叫做 ABCDEFG 嘅軟曲奇店，師傅呢係由 New York 回流返嚟嘅。店裏面大概有15款唔同口味嘅軟曲奇可以揀，今次揀咗一份 Mont Blanc 栗子味試下。鋪頭標榜話呢，佢哋嘅軟曲奇係唔太甜㗎，而事實的確如此。
呢度仲有啲飲品同埋雪糕賣嘅，如果行得攰嘅話，入嚟買一件曲奇，配翻一杯咖啡，坐一陣間都幾舒服。至於高山另一個遊客必去嘅公村朝市呢，我雖然係有去，但係因為本身唔係話特別太中意行街市呢一啲嘢啦，所以就隨便揀咗呢一間是好日。落住雪，飲翻一杯熱辣辣嘅牛肉湯，配一個飯團，嗰種溫暖感確實為呢一份簡單嘅食物加咗唔少嘅分數啊！而家有請第二位選手出場。比起食呢，犬山城呢一度係有更多嘢可以體驗㗎。我係喺犬山遊園站落車嘅，由呢度出發，雖然要行大約15分鐘先去到犬山城，但係呢可以沿住呢一條木曾村慢慢行，吹下風，嗰種寧靜同埋舒服。有時間嘅話，應該嚟感受一下。犬山城呢係日本現存最古老嘅木造天守，而我印象最深刻嘅就係嗰一條傳說中52度斜嘅樓梯，都真係好佩服以前嗰啲武士啊，着住成身咁重嘅裝甲呢，都可以喺咁斜嘅樓梯上面上上落落，幾經辛苦爬到上頂層呢，就可以行出去嗰個露台。最難得嘅係呢一度冇用嗰啲繩網包住。呢種完全冇遮冇擋嘅設計，可以令到人完美咁樣欣賞成個木曾村嘅景色。如果你係畏高嘅，或者係戴住頂帽嘅，都要特別小心。落返嚟之後，去咗手信店買咗呢一個比較特別嘅黑色芋圓手形，中間放咗一個5yen嘅硬幣，日語嘅諧音嚟嘅，祈求結下好緣分嘅寓意。帶住呢一份緣分離開犬山城。落山嘅沿途呢，會經過2間神社。第一間係三光稻荷神社，呢度最受歡迎嘅活動就係洗錢。嗱，唔係洗黑錢，而係將啲錢呢放喺呢個竹籃入面，用啲神水洗一洗，據說啲錢就會翻倍。望住洗完之後嗰幾十蚊個幣，心諗唉，早知如果知係會翻倍嘅話，就帶多啲現金過嚟啦，真係白白浪費咗一個發達嘅機會。行多幾步，仲有另一間針江神社，因為去嗰陣呢，啱啱係新年啦，所以呢一度嘅氣氛比較熱鬧。我有樣學樣，買咗一支紅色嘅破魔匙，紅色呢應該係代表難關突破同埋星運上升。行完2間神社就到達犬山城下町，既然嚟到，點都要試下呢一度嘅飛糖牛小食。今次買咗飛糖牛可樂餅同埋1串飛糖牛牛絲，食完之後呢，真心覺得唔應該俾飛糖牛呢3個字迷惑咗。呢啲街邊嘅飛糖牛燒肉表現都真係一般般，反而今次最驚喜嘅呢係呢一間專做炭火燒魚嘅小店。一條條嘅鯰魚用呢啲竹籤打斜咁樣穿住，啲魚皮呢燒到非常之酥脆，仲帶有一陣陣嘅炭香味。喺冬天嗰種乾凍嘅天氣之下，食翻一條灑咗粗鹽嘅熱辣辣嘅燒魚，絕配。行多幾步，見到呢一間賣傳統織物嘅老字號壽表屋，呢一串200N嘅燒飯團，中間夾住嗰啲呢，就係佢哋嘅招牌織物。焦香嘅米飯呢，配合埋呢一啲織物嘅鹹鮮，平衡得嚟啱啱好。最後去咗呢一間叫做信長嘅店排隊買呢啲日式小圓蛋糕，因為我有選擇困難啊，所以揀咗呢個700N 有15個嘅綜合口味，裏面有齊原味啦、白糖啦、紅豆沙啦、奶油啦、抹茶同埋朱古力。作為呢一次掃街之旅嘅句號，感覺非常圓滿。如果你係追求食物嘅質素，高山一定不能錯過。但係呢，如果你想感受街頭小食嘅氣氛，犬山城都可以係一個選擇。成個名古屋之旅就嚟到呢一度啦。我下條片係乜？暫時仲未諗到。手頭上呢有東京啦、福岡啦、塔斯馬尼亞啦，同埋一啲香港嘅美食。都係嗰句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